忽听破空声响起，飞梭在贾蒯斯背后现身，夹带着炽烈的火光砸向了贾蒯斯的后脑。蒯斯道人嘴角露出少许冷笑，但是这抹冷笑立刻就凝固在了嘴边。那假扮自己之人的气息突然猛涨，从真仙境初阶涨到了真仙境后期。自己的飞梭即将砸到对方后脑时，一只大手抓向后方，手掌之上仙力凝聚，将飞梭一把抓住，掐灭了其上的仙火。道友，贾蒯斯抓着那不断震动的飞梭冷然道：看来你我今日怕是要做过这一场了。蒯斯道人面色一变，却是话都不说，立刻身形急退。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身，刚退出10多丈，眼前突然一黑，当头栽倒。元神迷蒙，心神中断，贾蒯斯却是迅速飞向前，一只手握住飞梭，一只手提着蒯斯道人，且瞬间封了蒯斯全身的修为，迅速坠到下方的林中，施展土遁，消失不见。第一步完成的还算不错，虽然只是暗算一个真仙，但也是注重了演技和剧本，计算了对方的反应，发挥出了完美的运毒技巧。片刻后，离那防阵2500里外，一处阵法遮掩的荒谷最深处。痛，元神剧痛。蒯斯道人从昏睡中醒来，感觉自己像是历经了一场可怕的噩梦。梦里自己浮现出了一幕幕画面，像是有人在搜查他的记忆一般。但实际上从他被昏迷到此时不过半炷香左右，也确实是被用了搜魂之法。稳妥起见，李长寿总归是要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家伙害了自己的师父。搜魂之法虽然有伤天河，但并不难掌握，李长寿在一本古籍残卷中看到过。搜一搜魂总归比误杀要好，然而不搜还好，这一搜，李长寿这么温和儒雅有内涵的人教无志好青年，差点直接就把这个家伙的灰给扬了。渡仙门虽然只是一个中等势力的仙门，但是呢，门人也不少，难免会出几个败类，也可以理解。速战速决，出手就远遁，一向是李长寿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但是这一次，因在此地提前布置好了隔绝阵法，且要留下一点证据，还要给仇敌一些不美好的体验，所以多花了片刻时间。此时蒯斯道人已经醒来，已经完成了内视。不，我的元神！蒯斯道人有气无力地喊着，那张还算周正的中年面容满是惨白。他双目先是无神，随后便是大急，元神竟然枯萎了。他不知这是怎么了，自己的元神竟然跌落了境界，蜷缩无力，体内仙力所剩无几。道躯之上插了9根长钉，封住了他的子府、玄窍、天灵等9处要害，这也是剧痛的来源。不仅如此，一团团地脉浊气不知如何侵入了他的仙躯，污了他的仙光。那3朵还未来得及绽放的道光，此刻已经是凋零。这一瞬，蒯斯道人明确地知道，他已经被人给废了，道基完全被毁。蒯斯道人双目泛红，怒骂：你到底是谁？竟如此歹毒！前方地面突然钻出了一道身影，此人身着黑衣，狭长面容，身周缠绕着一团团的黑气，对蒯斯道人冷冷一笑。蒯斯道人明显一愣，立刻认出了此人，禁不住破口大骂：竟然是你！已经收了我灵石宝材，为何要出尔反尔，还要如此偷袭于我？这人并非旁人，乃当日在花楼中被李长寿和九巫随手灭掉的蜈蚣精。此时自然也是李长寿用纸人假扮，因为没有听过蜈蚣精说话，李长寿此时只能够沙哑着嗓音道了句：对方给的更多，
我就不该信你这般。他区区一个捉仙，能给你什么？突然间，蒯斯道人察觉到了些许不对，自己没有在蜈蚣精面前显露过容貌啊。头顶传来闷雷声，蒯斯道人抬头看去，空中不知何时已经是密布黑云，这道人的面色更是惨白。这乌云压得很低，其上雷斑闪耀，四周有着一股股灵气汇聚而来，那些雷斑在不断的汇聚。不远处的草地上，一只大手伸了出来，将一颗此前放置的生影球收了起来。这一手生影球是防止后面事情闹大，惊动人教高手推延此事。虽然发生概率极低，但也需要考虑周全。扮成蜈蚣精的指导人冷笑了一声，身形缓缓后退2步，面容渐渐的发生了变化，又抬手捏了一阵的脸庞，当着蒯斯道人的面化作了蒯斯道人的模样。蒯斯道人怒道：你看上面。指道人指了指空中，阵法中，蒯斯道人抬头看去，空中的乌云齐齐闪耀，无数雷霆突然爆发，又在空中合成了一道雷柱，若天河开闸，似雷海翻涌。雷光闪耀，将仰头跪坐在那儿的蒯斯道人直接吞没。3绝天雷阵，这是李长寿会布置的几个雷阵中威力最强也最接近于成仙天劫的阵法。阵基阵盘他早已经炼制好了，在这里不过是快速的安放一下，并用几个小聚灵阵快速的汇聚灵气。这大阵总共有3波雷霆。第1道雷柱落下，蒯斯道人本就没有仙力抵御，仙躯被炸散，元神直接被撕裂，地面被破开了一条大洞。趁着他气若游丝，还有点感觉，李长寿催动第2波雷霆绽放，雷柱再次砸落。李长寿暗道可惜，这终归不是真正的成仙天劫，没有那种能让炼气时瞬间灰飞烟灭的天劫之力。第3波天雷过后，蒯斯道人已经只剩下半截焦黑的残躯。李长寿的心神寄托在指道人身上，此刻已经走到了蒯斯道人的尸身前，一言不发。心底暗道：道基被毁，对抗天雷，这滋味你应当体会到了吧？袖袍一挥，几只纸人翻着跟头跳了出去，快速地清理着此地的阵法残留。又有3颗摄魂珠被抛出，疯狂吸纳着残躯的残魂。这一次却没有了念超度经的步骤，李长寿不可能给此人有半点机会投胎。作为弥补，李长寿先用3昧真言烧了一遍，又用幽冷鬼火烧了一遍，最后还是不太放心，放出了2只噬魂虫，让这2只毒虫在地面那堆灰烬附近待了一阵，随后再将毒虫也用3昧真言点燃。李长寿将地上这些灰烬震飞，目光中流露出了少许的释然，心底的念头也畅快了一些，隐隐又有所领悟。但是这次他只能拒绝顿悟，因为还有诸多后事没有处理完。杀仇敌容易，杀敌后面的事还需要仔细布置。还有什么遗漏之处？越是觉得自己可以松口气的时候，越不能放松警惕。李长寿站在湖边，心底不断地思量着。此时距离蒯斯道人出山已经过了7日，小琼峰上也再次安静了下来。有心玄雅毕竟还要闭关修行，今日开始就不过来了。而且他在小琼峰已经待得够久了，见证了李长寿和自己师父这几天都在山中未曾离开，这就足够了。李长寿不得不留这一手。此时他是门内的劣质仙苗，一个真仙出世，自然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可是今后一旦自己的真实修为暴露了，有师父的前因在，仙林峰那边很有可能会将深藏不露的李长寿联想到蒯斯的消失上。
有秦玄雅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炼器师，很大的概率会主动地站出来为这件事做澄清。到那时，真真假假，自己也有更多的应对余地。此时，仙林峰那边，有人发现联络不上蒯斯道人，怀疑蒯斯道人是不是出事了。有几个蒯斯道人的同辈真仙已经结伴外出找寻。他们如果发现不到李长寿故意留下的线索，那也就算了；如果发现了线索，只会被引向茫茫的北距泸州，后面如何，那就非李长寿所知晓了。反正那具伪装成蒯斯的纸道人已经在一处裂谷的底部找了一个石缝，给自己点燃了一把三昧真言，归于虚无中。迄今为止，除却渡劫平日里的小事不算，李长寿主动谋划过的只有2件大事。第一次是为了帮师傅渡劫，去了北周找草药，准备了10几年。第二次，也就是这一次，同样准备了10几年。海神教那事也不算，纯粹就是阴差阳错，被逼无奈，被迫反击，甩锅赚功德。想要不招惹因果，最好就是在山中一动不动是王。但就如同当年那头北距泸州的大玄龟，什么也没干，锅从天而降，被圣人老爷斩去了4条腿，支撑天地。这个故事李长寿可不敢编入文字经啊，所以在山中偷偷摸摸修行时，做好自身保护工作，让自己看起来没什么特异性，做好充分的逃命准备也是很有必要的。李长寿在草屋中静静闭关，不断地观察着仙林峰的反应。哪怕自己有正面硬刚这一峰几个长老的实力，但现如今渡仙门好不容易平稳下来，成了被认可的人教道成，他并不想失去这个靠山。搜魂蒯斯道人时，李长寿也看到了，当年站在蒯斯道人背后欺辱他师父师伯的那名长老是谁？蒯斯道人的师尊，某仙林峰天仙境初期长老。正是这人从中周旋，才让偷袭自己师父的蒯斯道人没有得到门规应有的惩罚，才让小琼峰在当时被彻底孤立。这笔账李长寿也记下了，今后如果有对这个天仙长老落井下石的机会，那他肯定会偷偷地凑上去扔一座小琼峰。此前所记有关蒯斯道人的竹简，此时都已经消失在了丹炉。又半个月后，仙林峰出现了骚乱。本来一名真仙外出，数十上百日不归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蒯斯道人离开之前，说是去给弟子搞一些法宝，应对门内大比，结果这么久了毫无动静，传信玉符也联络不上。有长老善占卜，卜卦测吉凶时，龟壳直接就碎了。蒯斯道人的道侣倒是知晓蒯斯不少事，带人前往那处防阵探查，也顺着线索一步步地被引到了北距泸州边界。又1个月后，仙林峰差不多已经确定了蒯斯道人已经身亡，身亡原因被归结为在防阵之外与人斗法。这种事在洪荒也是常有之事，渡仙门门内长老也联手做了一个推算，只能推算得出蒯斯是死在了哪一日，其他全无消息。此事只能不了了之，若是有一个明确的仇家，那渡仙门自会站出来为自家门人讨一个说法。但是仇敌踪迹全无，半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留下，渡仙门门内也只能给蒯斯道人的道侣弟子一些安慰，给蒯斯的几个弟子安排了另外的真仙帮忙教导，给蒯斯的道侣在不对，这个呢主要还是要看个人意愿了啊。至于小琼峰上的师徒3人，在这件事情中全程毫无存在感。李长寿静静观察了1年，也将此事暂时的放下。至此，蒯斯道人除却暗算他自家师父之外，还做的那些歹恶之事，李长寿都懒得提，
他又不是有毒师妹，并没有这么旺盛的正义感，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就足够了。渡仙门各峰此时也都热闹了起来，年轻一辈门内大比提前举行，所有弟子都必须下场走一遭。老一辈门人也纷纷出关，指点一下小辈怎么跟人斗法。那些做师傅的也各自忙碌起来，赏赐一点自己用不了的法宝，教一教斗法时的随机应变。有些实力不算太强的弟子，深受当年渡仙殿前小琼峰烈志仙苗与截教弟子龙宫二太子一战的启发，开始强化遁法的修行。只是他们大多都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他们的土遁这么僵硬呢？钻出入地都很麻烦，远不如当年那个李师兄或者是李师弟高举狼牙棒那般就是这个顺畅自如啊。这大概就是天分和气质的问题了。门内大比的日期不断的临近，李长寿炼丹数月，利用指导人外出后才2次，总算是补充好了自己的毒丹储存。这一日，他和兰灵儿2个人商量好，一同动手忙碌起来，宰了2只彩羽甲凤鸡，杀了2条狸尾，做了一锅食玉蛙，又炒了几个鲜灵青菜，配上了2壶美酒，在李长寿的草屋中摆下了一席。灵儿虽然不知道师兄为什么突然要搞这种名堂，毕竟山中也没什么值得庆贺之事，但为了能让师父尽早的走出自闭，打起精神，他自然也是全力相助。忙碌了半天后，这一对兄妹站在师父的草庐前，李长寿朗声道：师父，门派大比还有1年，您要不要指点一下我们斗法，